这个男人嚣张地干掉了一名警察，一旁的美女静还在淡定地化着妆。紧接着，男人抱起女人放到了洗手台上，一会儿看你的了。 气氛都烘托到这里了，可导演却不按套路出牌。只见男人将一把蝴蝶刀放在女人的丝袜里，然后拍了拍大腿走人了。原来两人正身处一所法庭内，此行的目的就是拯救正在被审判的老大丧彪。他所犯下的罪行包括但不限于故意杀人、人口贩卖、传播制作毒品等。因为证据确凿，法官很快就给他定了罪。可就在宣判时，丧彪的律师忽然站了起来。这个女人正是刚才卫生间里穿丝袜的小娜，这是她第一次穿丝袜出庭辩护。虽然是临时客串的律师，但是口才却相当的棒。虽然说的全都是些谬论，改变不了什么结果，但其实他真正的目的就是拖延时间。突然，房顶的吊灯发生了爆炸，随吊灯落地的还有一个包裹，现场瞬间一片混乱。歹徒明显是控制好了炸药的剂量。法庭外守护的特警们并没有听到爆炸声，只有听力一向不错的阿杰听到了一丝动静，可队友却说是一旁小孩子打气球的声音。此时的法庭内，小娜的男友强哥带着一众手下出现了，他们捡起包裹里藏好的机枪，对着审判席就是一阵扫射。而此时，法庭外的阿杰再次听到了细微的枪声，于是便决定带队进去查看。尽管队友一再提醒他们的任务是守好法庭外面，阿杰还是坚持要进去看一下。画面再次回到法庭内，解决了战斗的男女又开始热吻了起来。被关着的丧彪看不下去了，亲够没啊？面对着老大的催促，两人却不慌不忙地走上前。强哥说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丧彪，可他哪有心情听什么消息，当即就呵斥强哥抓紧救他出来。强哥却直接开口说道：“我跟喜娜要结婚了。”丧彪立马脸色一变，因为他曾经当着手下的面侵犯过小娜。强哥还说给丧彪准备了一份礼物，紧接着小娜就拿出2颗手雷，直接扔了进去。好家伙，这手雷的威力还真是大，5米厚的铁墙都给炸穿了，刚巧炸翻了外面的阿杰小队。等他们反应过来时，忽然一大群人从里面冲了出来，阿杰他们也分不清谁是歹徒了，只能任由人群逃走。忽然他撞到了强哥，一把枪随之掉在了地上，可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，就遭到了猛烈的炮火的袭击，瞬间是死的死，伤的伤。阿杰拉着一名受伤的队员躲进卫生间，可没想到打扫卫生的男人也是歹徒一伙的。好在两人配合默契，成功干掉了对方。与此同时，外面的警员也遭到了更加猛烈的偷袭。面对着加特林的疯狂扫射，根本毫无招架之力。外面这伙歹徒的头子正是丧彪的儿子段坤。可打着打着，他就忽然收到了父亲被强哥炸死的消息。他立马意识到了不对劲，匆忙的下了车。没想到下一秒汽车就爆炸了。那一刻，段坤也要炸了。他发誓一定要亲手宰了强哥和小娜，为父亲报仇，然后就撤退了。此时的法庭内，强哥和小娜抓住了一个警员，和阿杰对峙着。阿杰主动缴械，要求交换人质。两人感觉带着受伤的人质跑不快，便同意了。殊不知阿杰在后背藏了一颗闪光弹，强哥上前就要控制住阿杰，结果直接引爆了闪光弹，眼瞅着就要爆炸了。小娜举枪就要杀了阿杰，可还是慢了一步。爆炸中一枪误杀了强哥，而阿杰则被闪光弹震倒在地，双眼充血，慢慢晕了过去。这时，大批警察冲了进来。小娜看着死去的强哥，也不想苟活了，刚要举枪自尽的时候，被赶来的警察给控制住了。他崩溃地对着阿杰大喊道：“从这一刻起，你的每次呼吸都是我的礼物。等我！”这个男人将女警按在了引擎盖上，一番摸索后，找到钥匙打开了自己的手铐。刚要离开，女警却说知道阿杰想去干什么，还说他一个瞎子能干得了啥，他可以帮助他。听到这些，阿杰犹豫了。不久前，阿杰也还是一名警察，只不过在一次行动中失明了，甚至因为擅自行动被警队除名。好在他还有个女儿，一直陪着他练习听声辨位，心态也慢慢好了起来。可平静的日子没持续多久，女儿在一场演出时不幸被人贩子盯上。不久后，女儿的尸体在河边被发现，因为脸部被毁容，可警方通过服装及随身物品判断，尸体就是阿杰的女儿。阿杰虽然看不见，可摸到尸体手的那一刻，他就意识到这不是女儿，拼命的让警察帮助寻找女儿，可警方却不这么认为。争吵中，阿杰直接被定了个袭警的罪名。身处监狱中的小娜正好看到这则新闻，冒着生命危险同意了段坤转监的要求。她知道段坤是打算在转监途中杀了自己，可为了给男友报仇，她早就做好了准备。很快，段坤安排的杀手就赶到了，炸翻押送车后就是一阵疯狂扫射。可一波输出过后，小娜竟端着一把喷子冲了出来，直接把几个杀手
手喷成了豆腐渣，然后他就冒充女警，偷偷上了押送阿杰的警车。此时的阿杰刚打晕了2个不懂事的警察，因为看不见，他也并不知道眼前的女警就是小娜，挟持着他来到一座桥下，可刚要离开，却被小娜拦住了。虽然不明白女警为什么要帮他，可他一个瞎子确实需要帮助，于是2人就合作了起来。根据小娜的线索，2人很快就找到了段坤贩卖人口的一个窝点，这里是贩卖人口的最后一个环节，所有被拍卖的女人都由这里发货。2人假扮成卖家潜入其中，却不小心被识破，结果双双被铁链绑了起来。然后一个自称龙王的女人缓缓出现，看到小娜后，那是兴奋的不得了，因为段坤上次暗杀小娜失败后，就下令杀了小娜的人重重有赏。可就在他向段坤汇报的时候，阿杰忽然反抗，靠着神乎其神的听力，不但解决了在场的卡拉米，还救下了小娜。等龙王回来的时候，直接就被2人给控制了。阿杰询问他女儿的下落，可龙王却表示他女儿还没来到这里，那一定就在黑金刚手上，他是负责看押货物的。阿杰本打算就此放了龙王，可小娜忽然从后面踹了一脚，龙王当场就被割了喉。阿杰也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就准备去找那黑金刚，可没想到当晚黑金刚就找上了门。面对疯狂的火力输出，2人被迫分头行动。阿杰和300斤的黑金刚单打独斗，因为看不见吃了不少亏，看来硬刚是不行了，于是就跳窗逃走了。黑金刚正准备去找小娜算账，结果阿杰又从电梯里出现了。黑金刚嚣张的就要上前收人头，可殊不知这次阿杰是有备而来，几个贴身缠绕，用事先准备好的绳子绑住了黑金刚。随着电梯的上升，直接被撞晕了过去。接着2人就押着黑金刚来到了关押女人的地方，可这里并没有阿杰的女儿，那么只有一种可能，他的女儿正在段坤手上被拍卖。这个被铁链锁着的女孩被强迫拉起了小提琴，一旁的段坤看着越来越高的竞拍价，别提有多开心了。原来这个女孩正在被拍卖，而段坤就是当地最大的人贩头子。可就在马上要成交的时候，一辆货车忽然闯进了古堡，接着小娜端着加特林出现，一顿突突突后，卡拉米们瞬间倒了一大片。车顶的阿杰也没闲着，一通榴弹炮突出，瞬间将古堡轰成了渣子。此时屋内的段坤已经意识到了危险，留下几个保镖后，就准备带着女孩跑路。另一边，阿杰已经进入房内，和几个卡拉米缠斗了起来。凭借着黑灯瞎火的优势，费了好一番功夫后，终于解决了这几个卡拉米。而段坤这边也遭到了小娜的袭击，眼瞅着手下都死光了，他就在女孩身上绑了一枚炸弹，正准备将一个装置连接到自己身上的时候，小娜及时出现，毫不犹豫地打死了段坤。接着他缓缓走向阿杰的女儿，看着眼前这个不认识又冷酷的女人，女儿被吓坏了。嘘，我是你爸的同事啊，当然是来救你的。此时的阿杰正在四处寻找女儿，却忽然听到了女儿的求救声，循声而去后，却发现了被倒吊着的女儿。这时小娜也跟着出现了，她也不装了，向阿杰坦白了身份，她不但要为男友报仇，还要让阿杰也尝尝失去最爱之人的痛苦。说着就放下了手中的铁链，女儿随之落向地面。好在最后时刻，小娜再次踩住铁链，接着她跳下高台，将阿杰女儿又拉了起来，还不断变换方位迷惑阿杰。阿杰虽然有很强的听声辨位的能力，但他也知道打死小娜后自己很难救下女儿，可不打死她，他也不会放过女儿。好在女儿及时晃动铁链，阿杰根据声音直接2枪击中了小娜，接着在女儿落地前有惊无险地救下了女儿。就在父女俩相拥而泣的时候，阿杰忽然听到了滴滴滴的声音，原来女儿身上被装了炸弹。更关键的是，启动装置连接在小娜的身上，她的心脏停止跳动的时候，炸弹就会爆炸。这坤那个傻子居然能想到这招，这也挺佩服的。阿杰一个瞎子，根本无法拆除炸弹。就在他抱着女儿准备一起死的时候，一开始被阿杰救下的队员赶到了，在他的帮助下，阿杰成功拆除了炸弹，父女俩终于平安的团聚了。